美日韩三国防长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在印太、台海、南海等问题上点名指责中国。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我认为美日韩三国防长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重点提到了南海和台海，这显然是针对中国防长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发言而来的，是在哪壶不开提哪壶，存心跟中国过不去。我们知道，由于不速之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现身相会会场，使得俄乌问题成为了本届相会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代表无论是围绕着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主旨发言，还是在台下面对记者的时候，重点谈的都是台海与南海问题，并没有过多的涉及俄乌局势。尤其是董军的“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这样一句话，更是掷地有声，相当于给大会投下了一枚震撼弹。而在我看来，董军的这一表态，无疑是要向与会代表，尤其是一直以来强行介入台海局势的美日韩三方，发出这么几个清晰的政治信号。其一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关注包括俄乌冲突与以巴冲突在内的全球安全形势，但是中国念之在之，或者说是最为在意的，仍然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最为在乎台湾这一事关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统一与完整的问题，这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中的核心。第二，中国跟以美国为首的广义上的西方世界，在包括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等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上维持合作的前提条件，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广义上的西方世界必须要先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第三，只有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才会导致台海发生战争。而最近赖清德在520讲话上的台独自白，以及外部势力对此的支持与纵容，正在将台海局势推向战争的边缘。我认为，假如美国真的听懂了中方的这些话外音的话，那么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已经闹得世界鸡犬不宁，并且使得人类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安全形势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台海和南海再生新的争端，同时更为了顺利解决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问题，这个时候美日韩就不仅不能继续抱团跟中国搞阵营式对抗，更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踩中国的红线。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美日韩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美日韩三国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在今年内建立三边安全合作框架，使三边安全合作实质化、制度化。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一动向意味着美日韩三国朝着将美日与美韩两个双边军事同盟捏合成一个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方向，又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首先，我们知道，防长加外长举行2+2双边会晤，并将其定期化与机制化，是美国与盟友之间结成军事同盟的标准配置。而5月31号，美日韩三国副外长已经在华盛顿举行过三边对话会，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一次，美日韩三国防长又利用新加坡举行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机会，举行了会晤，也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也就意味着，最终美日韩三国外长加防长举行3+3对话，已经是近在咫尺、呼之欲出了。这一天到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尘埃落定。其次，鉴于过去美日韩在构建三国军事同盟的进程当中，往往会因为韩日两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土主权纠纷问题而出现波折，甚至是功亏一篑。这一次，美日韩三国防长承诺将在今年内建立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并使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正在企图通过法律与制度的方式，来防止美日韩构建三国军事同盟的过程当中屡屡出现的停滞甚至是倒退现象。当然，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美国国内政局出现新的变故，尤其是特朗普的上台，而使得美日韩构建的三国军事同盟进程再度受挫。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假如美日韩军事同盟最终构建成功，那也就意味着美国最终在印太地区构建的3层递进式的军事同盟体系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的第一层，也是这个同盟的基座，就是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英，以及未来有可能要构建的日澳、日菲、澳菲等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第二层，这是已经搭建成功的美英澳、澳库斯3边军事同盟，以及美日印澳4边安全对话机制，还有美日韩和正在构建中的美日菲3边军事同盟。而第三层，也就是这个3层递进式的军事同盟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美国做梦都想要构建的印太版的小北约。针对美日韩3国防长在联合声明中粗暴介入台海和南海等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操弄集团政治，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认为毛宁这一说法非常具有针对性，可谓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因为美国不仅要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来对付中国，更是把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开成了一次拉帮结派的阵营式对抗大会。首先，我们知道，2002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联合创办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促成相关国家沟通与对话，来保障亚太地区的安全，防止本地区走向对抗与战争。然而，随着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后来的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实施的所谓印太战略，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逐步出现了抱团式阵营对抗的影子，也就是美国企图联合区内的盟友来共同对抗中国。其实，在美国的幕后操纵下，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更是开成了一场针对中国的鸿门宴，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这是本来由各国国防部长出席的对话会，一是邀请了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挑衅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出席，给了菲律宾一个对中国恶人先告状与倒打一耙的机会；二是邀请了不速之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而且泽连斯基显然是有备而来，一改过往对中国还算客气的做法，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向中国发起了有针对性的指责。第三，更为关键的是，美日韩在相会上挑起台海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菲律宾在相会上挑起南海问题，以及泽连斯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嫁祸于中国，其最终目的是要让俄乌冲突、台海、南海、半岛问题，甚至是巴以问题产生联动，以制造出一个中俄朝等国家与广义上的西方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与冲突的所谓负面印象。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他们的阴谋其实就是要将俄乌冲突、南海、台海、半岛，甚至是巴以等等复杂的问题，通通都看成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就是中俄朝跟广义上的西方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抗问题，以制造出整个西方世界跟中俄朝等国家正在形成阵营对抗的这么一种态势。也就是说，他们正在企图分裂世界，将这个地球再度切割成血淋淋的东西两半。对此中国不得不防。